公子，公子，哎呦喂，我的公子，叫魂了你！八两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少夫人，公子，奴才分别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他还卖起了关子，那先来个好消息吧。就在方才，经理部和刑部联手调查，科举舞弊的名单已经公布出来了。公子，您不在其中呢。八两，你确定是真的？少夫人，奴才亲眼去瞧了呢。还成，勉强算个好消息。那坏的呢？坏消息嘛，尽管公子的考卷被礼部张贴了出来，答卷的内容和泄露出的标准答案并不一样，可大家还是认为公子有作弊之嫌，许是提前请教了人，准备好了答案，所以礼部宣布公子得重考测问这一场，并且由陛下亲自监考。这不是好消息吗？少夫人，这怎么能是好消息呢？那可是陛下监考啊！正是陛下监考才是好事，有了陛下为你家公子证明，其他人还敢说什么不是？正是陛下监考才是好事，有了陛下为你家公子证明，其他人还敢说什么不是？皇帝亲自监考，自然再无弄虚作假的可能，迟燕作弊的流言也就不攻自破，并且还未殿试，就能在陛下那里留下印象。若是顺利，迟燕以后的路无疑会好走很多，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。倒是因祸得福。不过重考测问也就意味着他又要写一篇小作文，还是当着天子的面，这考验的不只是能力耐力，还有心理素质啊！要是没发挥好，丢脸事小，丢脑袋事大，还真是应了那句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公子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唐公子也在舞弊的名单当中，革除功名是肯定的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受到其他惩罚。唐旭舞弊，按照此人之前的行径，知道教唆既无涯冒头，自己藏于幕后，又懂得藏锋，说明他行事谨慎，还颇有几分城府。这样的人会铤而走险，搭上自己的前程。科举舞弊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，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不说，还会被勒令一定时间内禁止参考，严重者终身禁考。这对一个读书人的打击不言而喻。科举舞弊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，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不说，还会被勒令一定时间内禁止参考，严重者终身禁考。这对一个读书人的打击不言而喻。迎着他的目光，迟燕倒也坦荡。他瞥了眼左右，八两难得脑子灵光，招呼着屋里的下人出去，将空间留给二人。是我做的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可没冤枉他，只是尽了一个民众的义务，顺手举报而已。他唇角微挑，牵着他来到椅子上坐下。你知道何为拜门吗？略有耳闻。所谓拜门，其实是官场上的一种陋习。许多考生在参加科举之前，会事先物色位高权重的京官，然后通过写文章广撒网。一旦这些文章入了某位官员的眼，便有机会进行面谈。若是两人志趣相投，还会进行拜师仪式。懂眼色的考生再向官员塞点好处，既有真才实学，又有人脉，科举及第几乎是板上钉钉。学生有了靠山，官员发展了新势力，这是互惠互利的事儿。尽管此举上不得台面，但并不乏学子争相效仿。可自从先帝在位时，便明令禁止拜门，认为这只会助长结党营私之风。虽是如此，能走捷径，谁不想呢？大家只是从明面上转到私下罢了。唐旭也这样做了。他这人啊，行事向来谨慎，本来能凭借真才实学，可他实在太想往上爬了。为了求稳，又给自己找了个靠山，以为十拿九稳，却没成想埋下了祸端。若是放在平时，发生这样的事本不至于这样严重，严重到被算作舞弊。可偏偏唐旭够倒霉，碰上了科举舞弊案。陛下龙颜大怒，下令彻查，下面察言观色，自然不敢有丝毫马虎。这时候有人举报唐旭涉嫌收买考官，即便情节不算严重，那也得严惩了。沈唐宁细品了品，这件事儿堪称环环相扣。科举舞弊这事儿，其实是你捅出来的吧？我只是和柳大人随口一聊，没成想柳大人洞若观虎，实在是尽职尽责的好官呐。夫君这反击属实漂亮。既然是陛下亲自监考，那夫君还是要好好准备一下。他也要做些准备。沈唐宁思忖着，或许趁这个机会进宫一趟也不错。大人，草民不服，请大人做主。你是？草民唐旭，指天发誓，从未曾舞弊。敢问大人，为何我也在舞弊名单当中？那就要问你了，你不妨仔细想想自己做过什么。草民问心无愧，请大人明示。唐旭，朝廷明令禁止拜门，本官也是按规矩行事，你莫要胡搅蛮缠。一瞬间，唐旭脸色陡然惨白，他从未想到是因为这个。大人，
那我的处罚是不是也太过了？革除功名，禁考5年。唐旭和旁人相比，这已然算轻了。陛下亲自监考，现场出题，实验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作弊。这下好了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这回事情可闹大了。要是陛下发觉迟燕是个酒囊饭袋，那便是欺君，再加上之前的舞弊，那更是罪加一等。有幸灾乐祸的，有看热闹的，甚至还有人公然下起了注。来，乃敬离手啊！迟燕究竟是一飞冲天，还是被打回原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吹，有这么缺德的吗？看八爷不让你们连裤衩子都配进去。其实你不用刻意陪我进宫的，招人闲话多不好。也不算陪夫君，我此番进宫是特意拜见皇后娘娘，顺便问问太子殿下的伤势。太子殿下，他嘴角弧度一僵，心里莫名不太是滋味。太子好像是他的表哥，他关心也是正常。都是自家人，那是该关心一下。沈唐宁还没有察觉到什么，微微颔首，他又坐不住了，状若不经意道：“听说太子殿下封神俊了，文武双全，还颇有贤名。表哥素来为人称赞，传言确实不假。那岂不是不少女子倾慕于他？应是如此。”他不由抿起了唇，沈唐宁都没这么夸过他。哎，看来这位太子殿下确实是个人物啊。夫君是不是想到待会儿要面圣，有些紧张？好像是有点，不过也还好吧。不必紧张，不过在陛下面前是得小心行事。陛下为人宽和，只要不出格，夫君亦可从心所欲。我知道了。之前提醒他小心行事，如今又让他从心所欲，这明显矛盾啊。沈唐宁的意思是伴君如伴虎，皇帝虽然性子喜怒莫测，但他可以在不触怒对方的前提下保持本心。这弯弯绕绕的，他也不怕他听不懂吗？你这孩子，本宫不3催4请的，你还不舍得来一趟？近前来让你姨母好好瞧瞧，瞧给我们宁宁委屈的，可是在外面受了气，说与姨母听听，姨母替你做主。是唐宁想姨母了？你这丫头呀，从小性子便要强，即便是受了委屈，也不会同本宫说。姨母问你，那迟家小子待你如何？他待我挺好。如此看来，倒是本宫多虑了。赤景玉那小儿，本宫原先听信了外头谣言，误以为他是人品贵重，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，没成想还是个薄情寡性、表里不一的东西。姨母，都过去了，没那么容易。他目前正得宠，本宫不好动弹，但迟早有他倒霉的时候。还有你那宠妾灭妻的父亲，宁宁，姨母不会叫你和你娘白受委屈的。可那毕竟是父亲，我们能如何？要是能寻找他错处，叫你娘同他和离。沈唐宁心下微动，不愧是姨母，竟与他想到了一处去。不过和离并非易事，他那父亲爱惜羽毛，好不容易走到了如今的位置，绝不会轻易叫人拿捏错处，指责他抛弃发妻。此事还需徐徐图之，此事怕是没那么容易。姨母，不知表哥现下情况如何？他如今已经能下地了，听闻你要进宫，这会儿八成是在来的路上。太子到！沈唐宁止了声，抬眼看去，燕怀被人搀扶着低头进殿，愈显身姿孱弱。见过殿下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阿宁来了。表哥伤势怎会如此严重？你还不快扶着太子坐下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许久不见，殿下和娘娘定是有许多体己话要同大小姐聊，奴婢去门口守着。那药你还在服用？母后放心，儿臣早已停了。表哥吃了什么药？对身子可会造成损害？多谢表妹挂怀，是我在外征战时偶然发现了一种毒药，短期内可造成极其虚弱的脉象。不过我有解药，只要不长期服用，并无大碍。还未谢过表妹提醒。不过阿宁，你怎知父皇对我猜忌已久？不瞒姨母和表哥，我曾见过长公主殿下。你是说明仪？也是偶然。那日我去普陀寺进香，曾偶然得见三皇子拜访长公主。三弟去拜访姑姑做什么？丽贵妃是个不安分的，生的儿子倒是跟她一路货死。丽贵妃平日里耍耍心机争宠，只要不闹得太难看，皇后可以不管不问。毕竟这么些年，她早就对陛下冷了心。可如今，对方明摆着惦记上了他儿子的储君之位，她便不能熟视无睹了。我也有些疑惑。后来长公主发现了我，邀我去喝茶，还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话，唐宁便一直惴惴不安。她说了什么？长公主她骂姨母愚蠢，辛苦筹谋却为他人做了嫁衣。
皇后眸色一滞，僵硬地跌坐了回去。母后，你没事吧？他说的没错，本宫是蠢。这么多年，竟也没能看清枕边人的本来面目。明仪这是在怨他，当初为何不站在他那边？好孩子，这会儿呀，多亏了你了。姑姑不必送我，我找的道路。娘娘的命令，奴婢可不敢敷衍了事。小姐这是担心池二公子，测问要考3天呢，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。娘娘说了，您若是实在担心，也可留宿宫中。不可让娘娘因我乱了规矩。没眼色的东西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要你何用？行了，锦屏，可别误了给母妃请安的时辰，让她跪在这儿长长记性得了。这不是沈大小姐哦，不，现在应该是池二少夫人了。公主殿下。文兰行了礼，眸光却有几分犀利。原来是文兰姑姑，想来你有事在身，本公主也要去给母妃请安，便不耽搁了。本来还想给沈唐宁一个下马威呢，没想到皇后的人也在。她恹恹地挥了挥手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公主今天心情不好，算你走运，还不快跟上？沈唐宁直勾勾瞧着那侍女，惊慌失措的起身，唯唯诺诺疾步跟上，久久不能回神。云安公主这性子当真愈发。小姐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瞧见公主方才罚的那名侍女，容貌似乎有些异于常人，一时惊讶罢了。你就是迟燕？回陛下，草民不才，正是迟燕。抬起头来。迟燕只瞥了一眼，便垂下了眸，适时流露出好奇本能，却又不让人觉得冒犯。这副心无城府的模样，不知是不是取悦了帝王。听说就是你考了这回的解元，那就让朕来瞧瞧，你是真有本事，还是弄虚作假？倘若是弄虚作假，那便是欺君，你可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？草民愿意接受陛下的考察。好，那便让朕瞧瞧你的能耐。取纸笔来。池二公子快起吧，随咱家来。福公公引着他坐下，将皇帝出的题交给他。龙飞凤舞，铁画银钩，好字啊！他敛了思绪，仔细去瞧上面的内容，凝了凝神。陛下一共出了3道题，难是不难，但话题都有些敏感。比如问他如何肃清贪官污吏，怎样平衡世家与寒门，这些是他能操心的吗？这要是答不好，得罪人不说，陛下追究起来，他这脑袋还能安生长在脖子上吗？他怎么觉得陛下像是在刁难他呀？公子可以答题了。联想到沈唐宁的话，迟燕突然福至心灵，也许陛下看中的就是他的坦率直言。迟燕思忖了一会儿，缓缓开始动笔。一开始落笔的动作还会有所迟疑停顿，后来不知是不是有了思路，逐渐顺畅起来。殿内一时间只听见笔尖落在纸上的沙沙声。几位官员对视一眼，此次监考不仅有皇帝，还有翰林院学士、国子监祭酒以及太傅和首辅，可谓声势浩大。毕竟策论要考3天，陛下政务繁忙，不可能一直守在这儿，总得有人替补。在这样的阵仗下，寻常考生很难不产生压力，从而影响心态。瞧迟燕心无旁骛的模样，分明已经进入了状态。且不论别的，这位迟二公子的心态是当真好。不错，是个不怕死的。这迟燕究竟写了什么不堪入目的东西，能让陛下露出那样丰富的表情？为什么说不堪入目呢？因为据他们多年察言观色，陛下的模样不像是生气，当然也不像是高兴。等崇德帝走后，几位大臣终于按捺不住了，一个接一个的状若不经意绕到迟燕身边，看了迟燕写的内容后，一个比一个脸色奇异，倒也难怪陛下露出那一副表情。一群大臣眼神复杂的盯着迟燕，像是在看什么新奇物种。迟燕饶是再镇定，也难免感觉到如芒在背。公公，请问有水吗？我有点渴了。有的，咱家这就让人端来。大臣们集体震惊，瞧瞧，他还使唤上了御前总管。迟燕想说呀，喝口水也犯法吗？天色渐黑，上了年纪的大臣们已经纷纷有些受不住了。再看迟燕，依旧神采奕奕，脚边的卷纸已经堆了一叠。这样下去，他的身子没垮，他们几个老家伙先倒下了。迟燕呀，我看今天不如先到这里吧。不用，草民还可以再坚持一会儿。不用，草民还可以再坚持一会儿。他话音落下，发觉周遭鸦雀无声，不由抬起头来，恰好对上几位大臣幽怨的目光，好像有点虐待老人的嫌疑啊。这么一说，是有些累了。那我们明日继续。几人顿时眼神欣慰，面上有了笑意，互相道别后，纷纷出了殿门。有工人将迟燕面前的答卷收走，他站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。公公，请问我今晚睡哪儿啊？
先不急，公子这会儿饿了吧？咱家先让人上膳食。迟燕眼底闪过一丝惊讶，还管饭呢？他以为最多给一点糕点茶水对付一下，什么山珍海味都吃遍了，唯独御膳他还真没吃过。那有劳公公了。见他一副乐呵呵的模样，福公公面上也多了几分亲切。他是御前当值的，陛下的心思斗胆还是能猜到几分。这位陈二公子是个有大造化的人，他也乐意提前结个善缘。谁能想到呢？短短几年时间，迟家除了那位世子，竟要出第二个人物了，还是个人人都没放在眼里的纨绔。按理说一家独大并非什么好事，但听说前几日迟家分了家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宫女端着摆盘精致的御膳一一摆好，迟燕瞧得食指大动，但也恪守规矩，等福公公发了话这才开动。福公公越瞧越觉得这位迟二公子是个妙人啊，性子活泼却又极有分寸，不招人讨厌。公子慢用，咱家还要去陛下跟前伺候呢。啊，公公慢走。见过三殿下，殿下怎么会这会儿过来？往常这个时辰，对方早已回了皇子府。三殿下，三皇子，这不是听说迟二公子在这儿考试吗？本宫心里好奇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竟能让父皇亲自召见？便来瞧瞧。殿下要瞧可以，不过最好还是不要逗留太久。迟二公子情况特殊，不宜和外人有过多接触。本宫就在门口，不进去。福公公自行去忙便是。那咱家告退。见过三皇子。燕行舟端详着面前的人，迟燕身穿青色长袍，直挺挺往那儿一站，身形颀长，面如冠玉，除了眉眼间那点子落拓不羁，竟然找不出与坊间传闻的纨绔半点重合的模样。没成想往日竟看走了眼，倒是忽略了迟家这位深藏不露的迟二。迟二公子久仰大名了。殿下说笑了，草民那些名声不提也罢。迟二公子切莫妄自菲薄，本宫观你并非池中物，假以时日追上你大哥也不是难事。大哥岂是我能相提并论的？殿下委实太看得起我了。迟二公子太谦虚了，本宫不便多留，待你登科入仕后再来向你道喜。恭送殿下。几次设计害他，还想招揽他，这位兄弟脑子进水了吧？皇宫御膳虽精致，却味同嚼蜡。他突然有些想家了。你是说老三去了保和殿，他这个时辰还不出宫，去那儿做什么？三皇子八成是孩子心性，见陛下亲自考察，难免好奇迟二公子究竟是何模样。孩子心性？他今年18有了吧？太子这般年纪都已经上阵杀敌了。他是疼爱丽贵妃不假，那是因为他懂得讨她欢心，又没有令人头疼的家世，生的儿子也并无野心，对他构不成威胁。如今来看，他这个儿子也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老实本分呢。今晚摆驾坤宁宫，奴才这就去给娘娘报喜。主子，进来说话。可是有眉目了。我找了个人，寻到公主府偏门的一个仆妇，从他嘴里打听到主子说的那个人，据说叫惠娘，原先是厨房烧火做饭的，后来因为手艺不错，入了云安公主的眼，便调到了身边伺候。你觉得他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？容貌有损，性别年龄也都对得上，我觉得十有八九。不过我早就金盆洗手了，完不成那个悬赏任务也无所谓。主子为何还要执着于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？他只是觉得上一世三皇子留下元昭，可能不只是因为惜才，容貌损毁。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捞出来？主子是想和云安公主抢人吗？唉，之前我去公主府的动静太大，如今防守严格了很多，带一个人出来恐怕有些艰难。算了，应抢行不通。沈唐宁对元昭低声说了几句，后者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时辰到，迟燕也落了笔，面上是如释重负。上头的皇帝垂眼看过来，福公公会意上前收了答卷，呈上去给他过目。崇德帝迅速扫了一遍，眼里时而新奇，时而赞赏。下回殿试，朕不想再看到你这狗耙子。草民回去必定苦练书法。陛下这是没看过我之前的字，这已经算进步神速了。几位大臣心下微惊，面面相觑。陛下这是笃定迟燕能通过春闱参加殿试？一时间，大家看迟燕的目光不自觉出现了变化。自身有实力和上头赏识那是两个概念。朝堂之上从来不缺有实力的青年才俊，但崭露头角的却寥寥无几。迟二公子留步。啊，祭酒大人，我从前便觉得迟二公子与传闻中大不相同，假以时日必成大器。是吗？祭酒大人过誉了。可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提出想来国子监戒毒，被大人拒绝了。有这回事儿？哈，许是大人事务繁忙，忘了也说不定。当然，这种小事啊，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这个，
同大人开玩笑呢。嗨，这不是想和您套套近乎吗？嚯，这套近乎的方式还挺别出心裁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陛下当真是放迟燕回去，没罚他，并未听见二弟受罚的风声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欺君罔上，陛下竟没丝毫表示。祖母，许是二弟并未作弊，靠的是真才实学。您这样没有根据的话，要是让旁人听到了，少不得要恶意揣测我们。老夫人神情难堪，她自然也猜到了迟燕并未作弊的可能，只是她还是不肯相信那个纨绔败家子儿竟然真就长了出息。祖母，母亲，之前我便不赞成分家，你们一意孤行便也罢了。如今既已分了家，咱们便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，莫要再生事端。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子。母亲，景玉说的也没错，当初可是您做主要分家的。我记得人家迟燕可是12岁考中秀才的神童，中个解元也不奇怪嘛。可不是，你们一个个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活像是亲眼目睹人家作弊一样。我的儿，这怎瞧这是？这怎瞧这还长了肉了呢？宫里的伙食太好。儿子呀，陛下没有为难你吧？他肯放你回来，是不是说明没事了？夫君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爹和娘这几日急得饭吃不下，觉也睡不踏实。放心吧，陛下没罚我，您儿子靠的是真本事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眼角余光瞥见什么，从匣子里拾起一根玉簪，做工略显粗糙，簪尾雕刻着几簇海棠，倒是栩栩如生。这簪子是夫君送我的。啊，街边看到就顺手买了，你要是不喜欢扔也行，不值几个钱的。那你替我簪上吧。啊，我笨手笨脚的，不如你让雪清来吧。不过是带个簪子，又不难。夫君还怕自己做不好？他来到梳妆台前坐下。那我带了。迟燕冷不丁出声，嗓音莫名有些哑，跳动的烛光掠过沈唐宁的眉眼，他垂眸应了声。迟燕紧张的手心微潮，如蒙大赦，退开一步。好了，好了。怎么样？好看的，我去铺床了。天气日渐冷了起来，夫君往后不必打地铺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以睡床。这不太好吧？当然，你要是想继续打地铺，我也没意见。不是，还不能让人坚持一下吗？迟燕果断收了地上的被褥，生怕沈唐宁反悔。能睡床，谁不想打地铺啊？我要是打呼噜，你就一脚把我踹下去。沈唐宁眼睫颤动几下，没有说话。你放心，我睡觉很老实的，不会生气占你便宜的。闭嘴，睡觉。迟燕终于老实了。过了会儿，身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小古板，睡个觉都这么规矩。自称睡觉非常老实的迟燕，正双脚并用的缠着他，他的被子还好好盖着，迟燕的已经不翼而飞了。雪清端着盆推门进来，冷不丁瞧见这一幕，雪清脸迅速涨红，下意识退了出去。迟燕，你起开。再睡一会儿。哼，你倒是睡得着。迟燕一个机灵睁开了眼，和沈唐宁面面相觑，两人近乎呼吸交缠。他眼神懵了懵，很快意识到目前的处境，他尴尬无措的朝后滚了滚，却忘了身后是空的，一屁股摔在了地上。我看夫君身子骨康健着呢，不如还是继续打地铺吧。沈唐宁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吃饭的时候，迟燕时不时拿眼角余光偷瞄沈唐宁，他才睡了一晚的床啊。唐宁啊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啊，来，多吃点补补身子。多谢娘。老爷夫人，公子少夫人，天大的喜事啊！不急，你慢慢说。听说今日一早，礼部将新的秋闱榜单张贴了出来，咱们公子还是第一呢。这报喜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原来重考策论的不止迟燕，还有除去舞弊名单的其他人。这次的名单可谓是公平公正。那快去门口相迎啊！哎呦，哎，再去买几挂鞭炮过来，聚聚晦气。
哎，小人这就去。我就说嘛，人家池二公子从小就是神童，考个解元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池燕眼角轻轻一抽，这嘴脸变得会不会太快了？哎呦，瞧瞧这气质，再看看人家爹娘，怪不得能生出这么有出息的孩子。要我说，还是池二少夫人有眼光，当初多少人等着看她的笑话，没想到人家才是有先见之明。沈唐宁心想，这合着还有他的份呢。恭喜池解元！池二夫人笑得合不拢嘴，让嬷嬷给了赏钱。辛苦小哥跑一趟，这点钱呀，请你吃酒。报喜人暗暗掂了掂，脸上笑意更盛，吉祥话不停地往外冒。小哥，不知这第二、第三分别是谁？第二名还是楚明玉楚公子，第三名是吏部侍郎家的小公子罗逸晨。沈唐宁了然颔首，看来唐旭果然名落孙山了。宋总报喜，好歹是长辈，这样的好消息，咱们要不要让人去给母亲报个喜啊？你觉得是报喜，没准老夫人还以为是上门挑衅呢。街头巷尾这么多人议论，他们稍一打听，自然就能够知晓。池二夫人思忖着，若是老夫人着人来道喜，那她也就礼尚往来，让阿燕去池府走一遭，至少面子上过得去。若是对方没有表示，那她又何必上门自讨苦吃？这只是中了解元，又不是中了状元。娘这般大张旗鼓，若是之后的春闱殿试儿子没发挥好，岂不是让人看了笑话？莫非你还想给娘考个状元回来？也不是没可能嘛。阿燕呀，咱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好。谁说一定要借着夫君中举的名义？咱们不是刚搬了新家吗？娘也可以以乔迁之喜的名头，请几桌亲朋好友热闹热闹。这主意不错呀！他心念一动，顿时准备去张罗，走的时候还哼了小曲儿。你怎么也跟着起哄了啊？咱们虽与大房分了家，众人对这个概念却并不明确，打心眼里还认为咱们与侯府是一体，也正好借着乔迁宴的机会，让他们认认路。唐宁，除了亲家那边，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朋友要请的？爱子殿下那般情况，他会来吗？来不来是殿下的事，咱们只管礼节做到周全。师母点了点头，心想也是这么个道理。侯府那边，娘打算请吗？虽说人家不一定瞧得上，但若是不请啊，容易叫人拿捏住画柄。我存着还是得要递个帖子。是该如此。夫君瞧瞧，可有要添补的？池燕接过看了看，人其实不算多，就他娘那边的亲戚，还有沈唐宁的朋友，然后就是他的朋友，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就凑个3、4桌。他在里面搜寻了一遍，果不其然看到了太子，机不可察一哼，心道太子殿下的地位在他心里啊，果然不一般。沈唐宁只写了季无涯，并未写唐旭的名字。他瞧着池燕波澜不惊的模样，心知自己的决定是对的。既然已经撕破了脸，那也没有虚与委蛇的必要。见池燕迟疑片刻，在纸上又添了个名字。柳大人之前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，要是不请也说不过去。柳大人向来独来独往，未必会来。那也没关系，咱们心意到了就行。也罢，如此，邀请的名单拟定好，沈唐宁亲自写了帖子，命人一一送至对方府上。这会儿倒是想起我们了，怕不是没人给他撑场子。去回绝了，就说本夫人琐事缠身，抽不出空闲。母亲这是要回绝谁？哼，还能是谁？母亲不愿意赴宴，那儿子代为前去吧。你做什么要给他们做脸？虽说分了家，可到底顶着池姓，没必要闹得那么难看。他近来频频做梦，梦到一些极其荒诞的场景，梦里的主人公竟然是沈唐宁。池景玉有些心烦意乱，或许他应该亲自前去一探究竟。宁宁，虽说小了点，不比侯府差。池二公子，池燕客气的回礼。片刻后，顾清旭也到了，我领他们先进去。去吧去吧。池燕如蒙大赦，这么多人处在这儿，她还怪不自在。都说姐妹聚在一起，少不了谈论对方的对象。池燕唯一期望是他们不要当着她的面蛐蛐她。大哥怎么亲自来了？母亲和父亲不得空，便由我来赴宴。怎么不见弟妹？领着客人去正厅了。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，眉眼间的散漫一怔，狐疑的眯起了眸。哪有人一上门就打听人家夫人的？哪有人一上门就打听人家夫人的？他仔细观察池景玉的神色，然而对方还是那副高岭之花的面瘫模样。池燕不由疑心是自己多虑了。大哥里面请吧。池景玉微微颔首，抬脚进门。不多时，柳姨父也来了，他正弯腰下马车。池燕扬起唇迎上去，口吻漫不经心。柳大人大驾光临，着实令寒舍蓬荜生辉啊。池二公子盛情相邀，
岂有不应之理？他目光不着痕迹扫过门口，怎么不见池二少夫人？似曾相识的话再度传来，池燕笑容僵在脸上。坏了，冲他夫人来的，四舍五入冲他来的。沈唐宁刚招呼着好友落座，就听闻小厮来禀，太子殿下身体抱恙，未能亲自前来，但着人送上了贺礼。池二夫妇诚惶诚恐随他去谢恩，席间的顾清旭眉眼怔怔，不由微微蹙起了眉。沈唐宁接过燕怀的贺礼，命人送去库房，又表示了几句关心，送走了太子的内侍。夫君愣着做什么？弄错了。沈唐宁循着他的目光望去，不经意和池景玉对上目光，顿觉晦气地收回了视线。什么弄错了？情敌弄错了。娘的身体状况如何？娘本来是要来的，中途和父亲发生了争执，方姨娘来相劝，结果方氏突然晕倒，大夫来瞧过，说是已怀有2月身孕。父母定是想父亲能够出面为他撑起颜面，但沈昌却拒绝了。身为父亲，他从不考虑这样的日子他缺席会不会让他在夫家抬不起头，何其凉薄。还有方氏竟然在这个时间节点有了身孕。沈唐宁再清楚不过，方氏这一胎是男孩，父亲十分欢喜，倾尽全力培养，就连他和沈慈从未见过他这副慈父模样。所以后来沈慈一蹶不振，父亲舍弃他这个儿子也非常干脆。沈唐宁一点点攥紧指尖，眸色发寒。沈慈不小心瞥见，惊了惊。阿姐，阿慈，你性子鲁莽，离方氏远点，他肚子里揣了个金疙瘩，咱们可招惹不起。说来也巧，方氏一举得男后没多久，沈慈就出了岔子，先是婚事不顺，再然后意气用事与方氏起了冲突，害得对方差点滑胎，惹了父亲厌弃。紧接着在朝中屡屡受挫，甚至还被栽赃陷害，贬谪去了边关那等苦寒之地。谁料遇到了流寇，凄惨的死在了半路，连尸骨都无人收敛。沈唐宁眼底一片寒凉，他的阿慈死的时候甚至还不到24。消息传回燕京，母亲一病不起，没多久也撒手人寰。无论这些事有没有方氏和沈昌的手笔，都不妨碍他把这笔账算到他们头上。阿姐，我都听你的。母亲那边你多劝着些。宾客到齐，陈二老爷出面说了几句客套话，宣布宴席开始。本来就是自家人聚聚，犯不着搞得太正式隆重，气氛还算融洽。一片欢声笑语中，池景玉遥遥望向对面的沈唐宁，池燕正低声朝他说什么，他偏头听得入神，唇角微微翘起。池景玉脑海中突然闪过模糊的画面，好像何时他们也曾如此亲近，但那些零碎的记忆中，沈唐宁脸上是没有这样真切的笑容的。额角突然一阵刺痛，池景玉拧起了眉，手支撑着额头缓解头痛。他这头疾已有多日，伴随着梦魇一起出现，也请大夫看过，可大夫也瞧不出什么缘由，只叮嘱他勿要多思。池世子没事吧？多谢柳大人，并无大碍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有些事情既然早已做了决定，那便要当断则断，否则给自己徒增烦恼不说，也会给别人带来困扰。池景玉脸色有些僵硬，他觉得柳姨父这话仿佛是在讽刺什么，是觉得他后悔没娶沈唐宁，又转过头来对他死缠烂打。笑话，他会对沈唐宁死缠烂打？他只不过是为了解答心中的困惑才来这么一趟。柳大人应是误会了什么，有些事情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。柳大人莫要以己度人。他本意是回敬，却不料柳姨父心思也并不坦荡，眸光稍稍一暗，微抿薄唇，止了声。沈唐宁中途离席，打算去催一催厨房上菜。他刚拐出月牙门，身后有人叫住他：“沈唐宁，世子有事，如果是要寻静室，我让小厮带你去。”“我是来寻你。”“寻我？世子找我做什么？”“当初换亲一事，是我抱歉，你想要什么补偿，只要不过分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”“你确定？”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却见沈唐宁竖起了3根手指。“你是想让我答应你3件事？”他心底不由得迟疑，有些警惕他借着这个机会提什么过分的要求。那他到时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3万两，只要3万两，之前那些恩怨我们一笔勾销。沈唐宁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市侩？在他眼里，世子夫人的位置就值3万两。世子既然舍不得，那也不必夸下海口。等等，又穷又抠，话还多。世子还有何指教？如果我答应了你的要求，是不是之后咱们就再无瓜葛？他左思右想，既然他梦到的主角是沈唐宁，兴许症结就出在他身上。若是他答应与自己两清，那他是不是就不会再做那些梦了？没错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目前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银票，等过2天，
我会让人送到你这里。他说完，不愿再施舍给他任何眼神，拂袖转身离去。池景玉果然受了刺激，应该是颅内有疾，那可是3万两啊！他怕是不清楚对如今侯府的概念。不过送上门的便宜不占白不占，他嘴角翘了翘，转身往回走，冷不丁撞上一堵肉墙，惊震后退的同时，肩膀被人扶住。夫人可真厉害，不到1炷香时间竟赚3万两，可谓是经商鬼才啊！啊，你这人怎么还偷听啊？没法子，夫人都快被人拐跑了。说什么胡话呢？你既然听到了，方才为何不出声？这不是怕耽误你做生意吗？沈唐宁被他逗笑，眉眼潋滟生波。其实我的家底也不错，你要是喜欢银子，以后我的小金库都让你管。刹那间，有什么轻轻擦撞过他的心间，他清晰感知到心跳蓦地快了一拍。迟燕下意识地抬眼看去，你们夫妻俩怎么扔下客人，跑到这儿来夺揽？清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茶水饮多了，又不太识得路。你们聊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引你去。宁宁，我真羡慕你啊。何出此言？都说池二公子不成器，你嫁他时人人都不看好，谁料他竟有此番造化。说到底啊，还是我们宁宁命好。命数这东西最是虚无缥缈，你只见我人前光鲜，又怎知这其中艰难？他前半生的确顺遂，家世、容貌、好夫婿，他都毫不费力得到了。至少在外人看来，再没有比他命更好的人。可后半生，他也一一失去了所有最重要的东西，几乎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。要我说，清月你的命也不差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可是你那继母又为难你了。你不知道，她比我嫁给萧玉那等浪荡子，我说是嫁了他，岂不是等同于跳了火坑了吗？萧玉此人虽顽劣，秉性却不坏。听闻他母亲是个善解人意的，不至于太为难你。你若能强势些，掌家也不难。总体来说，这桩婚事不算差。萧玉的父亲乃威武大将军，正二品官衔，江家已然算高攀。江夫人是本着攀附的心思不假，但这对江清月来说不算委屈了他。萧玉本人在世家公子中虽然名声差了点，但他吃喝嫖赌样样不沾，唯一值得诟病的地方，也就是成日追在娉婷姑娘身后。现如今娉婷香消玉殒，这也不是大问题。宁宁当真觉得这婚事极好，这样的婚事落到你头上，你肯还是不肯？我嫁给迟燕的时候，又何尝不是身处绝境？平心而论，当时在不了解迟燕本性的情况下，他确实没有第二种选择，只能放手一搏。当然，事实证明，迟燕的确没让他失望。我只是帮忙分析，你若是不愿，自然也不必强求。能当上三皇子的侧妃，江清月也是有能耐的，自然用不着他操心。竟是到了。江清月掌心传来一阵刺痛，他望着沈唐宁柔美宁静的侧脸，眸光不着痕迹的暗了暗，名为极恨的情绪在心底扎根。为什么沈唐宁永远这般好运道呢？随便挑中的纨绔，也是个潜力十足的天才。要是他能跌落云端，也尝尝在泥潭里挣扎的滋味，那该多好。主子，公主府有消息了。惠娘和你联系了。出乎意料，这个惠娘警惕性意外的强。元昭想方设法和她联系上，惠娘却迟迟不做回应，磨了足足有1个月，对方的态度这才有所松动。听说元安公主最近没少拿他撒气，她8成也是实在受不了，再这样折腾下去，命都快没了。按照计划来吧。公主府，惠娘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，她合衣躺下，愣怔地望着房檐，脑海里浮现过那人的话，指尖抚过脸上凹凸不平的疤痕。阿慧生得这样好看，等到了出宫年纪，本宫定给你许个好人家，让你风风光光出嫁。奴婢才不嫁人呢，奴婢要一辈子侍奉殿下。惠娘痛苦地闭上眼，眼角有泪珠滚落。她活得这样艰难，有时候真想倒不如死了的好。话说回来，她本就应该死在那场意外里。不，她苟且偷生活到今天，还没能见到陛下，绝不能这么轻易地死了。她从怀里掏出一颗药丸，狠了狠心，服了下去，又去井里打了一桶冷水，勾头浇下，抱着胳膊在夜风里颤抖。于安打量着镜中的自己，怎么看都不满意，倏然冷了脸。公主饶命！没用的东西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惠娘呢？让她来，她梳的头好看。殿下，惠娘她今日病了，不过是前几日罚了她，如今就病了。她身子倒是娇贵的紧，怎的？是病得快要死了吗？
若是寻常的病，倒是不打紧，可听人说他浑身起了红疹，瞧着竟有些像天花。得了这样的病，那还不快扔出去！传太医，殿下的身子很是康健，并无大碍。太医听闻公主府有人疑似染上天花，当即自告奋勇要瞧瞧，毕竟这可不是小事。天花传染性强，且致死率极高，若是发现一例，势必已经出现不少。情况属实，还要及时上报。太医推门而入，屋里漆黑潮湿，他拧了拧眉，瞧见床榻上病得奄奄一息的惠娘，他小心翼翼诊过脉后，顿觉稀奇。这症状瞧着像天花，却又不大像，倒更像是隐疹。至于高热不退，应是风邪入体所致，两者同时发作，这才给人一种类似天花的错觉。这病倒也不难医治，只是云安受惊一场，对惠娘已是厌恶至极，更不用说让人医治了。将人撵出府去，扔远点，和他接触过的人也给本宫仔细瞧着。元昭是从乱葬岗将惠娘捡回来的，他浑浑噩噩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温婉动人的芙蓉面。你醒了？你不必害怕，这里很安全。沈大小姐，为何要帮我？你认得我？你来过公主府做客，奴婢自然是认得。我那日在宫里见过你，你可还有印象？我说我见你可怜，不忍你继续受折磨，你可相信？我救你的确是有我的私心，但我不能告诉你。但我可以保证的是，我不会伤害你，并且能帮你达成所愿。你身上的伤还未痊愈，可以在这里好好养伤。放心，不会有人找到这儿。惠娘瞳孔微微一紧，眼神欲言又止。见他这般草木皆兵，沈唐宁摇了摇头，转身朝外走。其实不难猜测，惠娘既与长公主有瓜葛，为何会入云安公主府？长公主如今被困在普陀寺，外人轻易不得见，加上惠娘又毁了容，无奈之下入云安公主府。沈唐宁能想到的只有避祸。云安公主深受陛下宠爱，在她府里做事，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很安全的，至少外人难以接近。不出意外，很快她便能拉拢长公主这一靠山了。世子要这么多钱做什么？我做事什么时候还要向你汇报了？啊，小人不敢，只是要支走这么大笔银子，得提前过问夫人的意见，小人自己没法做主。我亲自去跟母亲说。这么多银子，你突然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？经过层层盘问，池景玉此时已经有些不耐烦。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，他对银子并没有太清楚的概念，只觉得母亲近来节俭过头了。从前还未分家的时候，他要多少银子，二婶婶可是从没有犹豫过。朝中人情往来，少不得打点，更何况陛下的生辰也快到了。提及此，侯夫人眼里闪过恍然。那是该好好准备，只不过咱们如今不比从前，一时半会儿拿不出这么多现银。若不是沈唐宁那个贱人分家时教唆二房锱铢必较，咱们何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？母亲能给多少？剩下的我想想办法。世子有心事？没什么，只是最近手头有些紧。那世子怎的不问问妾身啊？你……只见沈西薇唤来玉珠，去把我香笼底下的那匣子取出来。将匣子打开，取出一叠银票递过来。西薇，你这是？这是姨娘为我攒的嫁妆，我现下也用不上。世子既然需要，便先拿去运齐吧。西薇，我定不负你。沈西薇虽然给了他些银票，不过到底有限，距离3万两仍旧差了3000两。这个数目不多不少，但他一时半会儿还真拿不出来。池景玉撑着额角，思忖着典当一些物品的可能性，但他实在拉不下那个脸。燕京有名的典当行，哪个不认识他？转头给他宣扬了出去，那其他人又会怎么看他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世子息怒，是奴婢自作主张，见您这茶凉了才想。行了，下去吧。世子可是在为什么烦心？池景玉侧眸审视他，视线有些犀利。奴婢只是想为世子分忧解难。你如何能为我分忧解难？世子不妨说说。池景玉抱着试探的心思，随口一说。奴婢有个主意，就是不知世子是否愿意一试。说来听听。奴婢听说坊间有人专门做这种营生，短时间内借钱给人应急，只需要收取微薄利息，又称燕子钱。你让我去借贷？奴婢并无此意，只是听说若是及时还上，也没什么影响，这才斗胆出此下策。池景玉眼里掠过晦暗的光，他的俸禄应该快要下来了，及时还上应当不难。倒是稀奇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当真叫他凑齐了。他去借了印子钱，那印子钱利息极高，利滚利，不出几月便能债台高筑。他是想将整个侯府都搭进去吗？但倘若无人提点，他恐怕也不会想到通过这一渠道。
沈唐宁不禁怀疑有人暗中挑唆，但一时也想不到会是谁。没想到池家竟然藏龙卧虎，让池景玉去借印子钱，这不是明摆着算计他吗？不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他还没有好心到会去提醒池景玉，你近日多盯着些，看看他都和哪些人有过来往。这人藏得这般深，又有此心计，不得不提防一手啊。还好分家分得早，否则卷入了池家这烂摊子，二房还有的头疼。你这身子沉疴难愈，日后还需细心照料才是。您费心了。他的身体状况他自己清楚，本就已经破败不堪，在公主府搓磨的那些时日，情况愈发恶劣。这些日子大夫细心看诊，昂贵的汤药不要钱似的送来，惠娘不可能毫不感激。沈大小姐，您之前说能够帮我，这话还作数吗？自然。那我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不必，我已经从你这里拿了属于我的报酬。我想要求见长公主。长公主可不是那么好见的，不过我可以勉励一试。惠娘面露感激，不敢置信的抬头，连忙起身要给他磕头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如何担得起这样的大礼？应该的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惠娘没齿难忘。惠娘望着镜中的自己，面露正然。她这张脸是她亲自烧毁的，若非如此，她活不下来。她只记得下手的时候很疼，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照镜子。但今日不同，她要去见陛下。沈唐宁在旁边看着，惠娘有一双巧手，她上妆的动作最初有些生疏，但很快变得熟悉起来。镜中的女子逐渐鲜艳明媚，忽略那半张脸，她也是个好看的姑娘。劳烦您等了那么久。很好看，不用遮住。她默默心想，你的殿下一定能认出你。他要见本宫，正好听说他最近闷声干了不少大事，本宫也想见他呢。沈大小姐的原话是，她想带一人来见殿下。带谁来？该不会是我那侄子吧？说完，她便摇了摇头。太子还在养病，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打草惊蛇。说来也稀奇，本宫这侄子向来是个榆木脑袋，这回竟然也开了窍，做起了欺善瞒下的勾当。若说背后没有高人指点，我是不信的。外头有沙弥前来传话，殿下的客人已至。沈唐宁，你本是剑长啊，在本宫面前还搞得这么神神秘秘。殿下，严明仪动作一顿，怔怔地盯着女子的脸。片刻后，她失态地猝然起身。严明仪目光颤动，死死盯着地上的人。她艰难地走上前，抬起对方的下巴，嘴唇颤了颤。阿慧，是你吗？殿下，是我。旁边的尹芳也惊了惊，不敢置信地打量着对方，眼里有震惊，有错愕，眼眶渐渐红了。我还以为你死了。尹芳，你带着唐宁出去转转。姑姑，惠娘究竟是什么人？也罢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惠娘，她本名叫做二丫，10岁便进宫，原是御膳房的宫女。某日殿下偶然路过，瞧见她正在被嬷嬷责罚，便将她讨要了过来，此名明慧。那年先帝病重，殿下亲自前去万佛寺祈福，祈福需要7天7夜，我也一同跟了去。明慧本也是要去的，可她临时闹了肚子，便只能留在宫中了。沈唐宁眼里划过异色，这个故事他好像知道后续。后续是长公主仓促回京，迎接她的却是先帝驾崩，传位二皇子的噩耗。一夜之间，局势逆转。本来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长公主，不但失去了疼爱她的父亲，还失去了皇位，甚至还被架在了火上烤。皇家没有亲情可言，她留在燕京，势必成为先帝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来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所以燕明仪只能退。她遁入佛门，避其锋芒，这一避就是10几年。因有先帝留给她的军队，还有长公主自己的人脉，皇帝不敢轻易动她。可常伴青灯古佛的这10几年，长公主的辛酸与痛苦，恐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。阿慧，你的脸是谁伤的？殿下，是奴婢自己弄的。当年我离宫之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那年殿下离宫后的第3日，养心殿突然传来陛下旨意，说想吃殿下宫里的荷花酥。这荷花酥御膳房也能做，不过味道却和长公主宫里的不太一样，因为惠娘改过配方，再加上之前长公主也经常做了给陛下送过去，惠娘没有怀疑，亲自做好送到养心殿。你是明仪宫里的，怎么这时候来了呀？惠娘立即察觉到不对，加上周遭安静的过分，她惊出了一身冷汗，立即准备告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二皇子驾到的消息，
惠娘只能退至一边，垂着头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幕，惠娘永生难忘。二皇子没了平日里的恭敬谦卑，态度甚至咄咄逼人。他公然质问起陛下为何要将皇位传给长公主。陛下脸色变幻莫测，传位诏书他前几日才拟好，若非养心殿有二皇子的眼线，他如何能得知？混账！谁给你的胆子同朕这样说话？陛下气急攻心，咳得撕心裂肺。惠娘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。来人，把这逆子给朕拿下！然而殿内安静的过分，没有任何动静。别说陛下，这时就连惠娘都察觉到不对了。二皇子是有备而来，他拿出了新的圣旨，逼着陛下篡改诏书，皇帝如何能容忍？逆子，你这是逼宫！来人，二皇子意图谋反！他以为大声呼救便能引来御林军，然而迎接他的是冰冷的刀刃。惠娘脸色惨白的委顿在地，这才认清了形势。若非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二皇子怎么敢兵行险招？他听到殿内传来愤怒的嘶吼，惠娘想回去帮忙，然而他被2个侍卫拥刀架着动弹不得。直至里面再也没有动静传来，二皇子衣冠楚楚地从里出来，脸上犹带着几分笑意和狰狞，显得格外扭曲。真是条好狗。既如此，你便去给先帝殉葬吧。且等等，你的殿下随后就来。惠娘如坠冰窟。真是条好狗。既如此，你便去给先帝殉葬吧。且等等，你的殿下随后就来。惠娘如坠冰窟。他怎么敢？那也是他的父皇啊，他怎么能如此狠毒？原来父皇至死都想着传位于他。父皇的遗诏一出，他起初也陷入了自我怀疑，是不是他还不够优秀？又或者父皇也觉得她是女子，不堪委以重任，所以选择了退让。他自始至终都没想过，原来父皇主意的一直是他，从未有过动摇。燕明仪恍惚想起年幼时父皇教他写字，教他的第一个字便是君。明仪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太傅说君即帝王，是指父皇的意思。君也可以是你，儿臣怎能是君呢？有何不可呀？朕的明仪天生就该坐在这个位置。父皇给了他野心，也给了他壮大野心的权利。他不认为女子有野心便是错，他那么好的父皇却永远的离开了他，还是死在自己儿子手里。叶明仪倏然闭了闭眼，2行清泪滚落。殿下，你是如何逃出来的？他命人暗地里追查，听闻宫里出来个毁了容貌的女子，便猜到惠娘有可能还活着，可对方不知为何却没了下文，赏金也干脆不要了，着实让人生恼。二皇子将我和乾清宫所有宫人关在了一间宫殿内，要把我们活活烧死。周围都是绝望的哭求声，他被浓烟呛得难以喘息，几乎以为自己难逃一死。老爷跟嬷嬷恰好路过救了我。那时候他已经意识不清，便未瞧见那嬷嬷长什么模样。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御膳房，那里的长侍姑姑认得他，以前虽然对他严苛，到底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帮着隐瞒他的下落。惠娘知道迟早会被人找到，便用烧火棍往自己脸上狠狠烙了几下。宫里太危险了，我送你出宫。惠娘跟随着运送烧水的桶一同出了宫，便开始了躲躲藏藏的日子。直到元安公主得了恩赐提前开府，她混进了公主府，才得以安生一段时日。殿下唤我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沈唐宁，你很好。殿下此话何意？之前你说的合作，本宫可以考虑。不过本宫这头答应了，你又打算如何劝说你那姨母和表哥？殿下放心，姨母也希望同您冰释前嫌。冰释前嫌？太子是个孝子，本宫要做的是惊世骇俗，恐怕有违他那套迂腐思想。你若不能劝说他，这买卖成不了。唐宁定不负殿下所托。日后你要见本宫，不必来这儿，只需将这东西交至明记糕点铺。殿下可有想过离开这地方？他在这寺中说的好听是遁入空门，说白了就是变相幽禁。陛下畏惧长公主手里的乾陵卫，不敢让他离京太远，只得放到眼皮子底下幽禁起来。放心，本宫早有打算。沈唐宁也想起什么，是了，万寿节将至，那可是个热闹的日子。万寿节即帝王诞辰，取万寿无疆之意。在修什么？看账本呢？看什么账本啊？你来帮我参谋参谋。
陛下万寿节，我送什么礼物好啊？你送什么礼？我们又不能进宫。她身为户部尚书之女，未出嫁时倒是有资格进宫，出嫁后便要按夫家的标准来。迟燕无官无职，又分了家，如今自然进不了宫。而迟二老爷倒是有官职在身，可惜只是个6品官。这样规格的宫宴，5品及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参加。谁说不能去啊？陛下许是看我还算顺眼，破例让我携家眷入宫赴宴。沈唐宁精神一振，接过他的帖子看了看，神色有些意外。他倏然变得积极起来。你又不是没参加过宫宴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有戏看。从前他这样笑，迟燕却觉得后背发凉，如今倒是觉得他眉眼弯弯的样子像极了狐狸，倒是有几分可爱。所以我送什么礼啊？中规中矩，挑不出错就行了。陛下富有四海，要什么没有？咱们又不是这场戏的主角，没必要抢人风头。迟燕若有所思，他这么高兴，大抵有人要倒霉了。联想到最近听到的传闻，他暗暗一啧，也不知道三皇子这几日睡不睡得好觉。他忽然想起什么，狐疑眯了眯眸，有点不对劲儿啊。昆山玉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沈唐宁还未曾赴元安公主的赏花宴，三皇子没理由针对他呀。所以对方那次其实是冲他来的。万寿节这日，沈唐宁和迟燕一同入宫。今日恰好是冬至，天冷了不少。沈唐宁穿上了冬装，她冬日格外畏寒，手微拢在袖里，坐得端正，合领浅粉缠枝连纹杯子，并白色缠枝连纹裙。她年岁不大，浅粉色倒也衬得她玉软花柔，如同枝头含苞待放的西府海棠。下马车时，迟燕先他一步，随即把手递了过来，搭着他的手。沈唐宁拎起裙摆走下来，没了遮挡，寒风扑面而来，她冻得身形微微一颤。怎的这样凉？下次出门得把汤婆子收上。那日一笔朦胧，醉酒清风雨中，闲来处就对雨去托。谁让风儿风飘扬雨香水之间，你让我浑然忘牵，说不出口的想念，渐将丝丝绪蔓延，一瞬间，一瞬间，一瞬间笑红了脸。还没冷到那种程度，叫人瞧见了笑话。怎么，你也怕羞啊？不可以吗？可以。迟燕的眼睛生的倒是好看，亮晶晶的，赤诚而明亮。宫门口已经到了不少大臣及家眷，见了二人只是心底微惊，很快便笑着招呼。迟燕的身份是不够格赴宴的，能出现在这儿，说明人家有本事。既然如此，提前结个善缘没什么不好。迟燕被几位大臣围着交谈。唐宁，他回过头，早就听父亲说你会来，我原本还不信呢。顾姐姐今日这身打扮倒是亮眼。顾清旭脸颊微红，眸子浮上浅浅的忧色，他顿时会意，执着顾清旭的手往里走。顾姐姐有话要说。之前我便想问你，但又觉得不大好。你可知太子殿下他何有大碍？他说完，脸便腾的一下红了。以他那脸的性子，能做到这一步已是不易。他曾无意间听父亲同母亲谈话，皇后娘娘打听过他的婚事可有定下。顾清旭今年已17，婚事迟早要提上日程。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可真要嫁给一个全然不了解的人，多少会忐忑不安。可如果是太子殿下，他想他是愿意的。顾姐姐，你若真担心殿下，待会儿不妨亲自瞧瞧。你是说太子殿下今日也会来？自然，陛下的生辰宴，殿下怎可能缺席？天下那样好的人，无论能不能嫁给他，我都希望他能平安顺遂。和人打交道是件辛苦差事，迟燕笑得脸都快僵了，一回头发现夫人不见了。沈唐宁好冷酷无情一女人，就这么将她的夫君抛弃在了凛冽寒风中。转而一想，哎呀，待会儿进了殿，男女也要分席，他八成也是想到这一点，这才没等他吧。迟燕摇头失笑，正欲抬脚迎面碰上他的岳父大人，面皮机不可察一抽。贤婿啊，要不人家能当尚书呢，这变脸如翻书的功夫，我怕是这辈子都望尘莫及。岳父大人，好久不见呐！唐宁没跟你一起来啊？他已经先一步进去了。你头一回来参加宫宴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他就抛下你一人，当真是不像话。岳父大人，这可就错怪唐宁了。这天寒地冻的，他身子娇弱，哪能陪我在外头挨冻呢？要是换了岳母大人，你舍得吗？他都还没说什么，这人怎么就管得那么宽呢？当着他的面说他夫人不是，可不就是在打他的脸？之前我有事抽不开身，
因此没来参加你府上的乔迁宴，你也不会心怀芥蒂吧？我都听说了，方姨娘有了身孕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呢。沈长脸色一僵，没想到这事儿他都知道，定是沈慈那个小兔崽子干的好事儿。还未来得及向岳父大人道喜，您果然是龙精虎猛，老当益壮。皇兄说的不错，四弟，你何该出来透透气？正是大好年纪，整日窝在你那皇子府，像什么话？我倒是想，可我这副身子本就是拖累。大皇兄，你这病什么时候才能好？小六还想你陪着我玩呢。皇兄近来是不能陪你玩了，不过你可以去找你三皇兄。好。看似兄友弟恭，实则暗潮汹涌。帝后姗姗来迟，紧随而来的还有丽贵妃及其他妃嫔。众人行跪拜礼，宴会即将开始。就在这时，外头响起了一声唱诺：“长公主驾到！”众人惊疑不定地瞧着长公主，又大着胆子去瞥上头的帝王。沈唐宁不由揣测，莫非两人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？江宁来的稍迟了些，没扫陛下和娘娘的信吧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咱们兄妹俩也许久未见了。来人，给长公主赐座。你能亲自来，陛下和本宫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燕明仪落了座，抬眸看了他一眼，扯出一个意味不明的弧度。长公主的到来让气氛变得有些凝重，众人不由暗地里揣测，瞧陛下这态度，是打算和长公主握手言和？崇德帝装作没察觉，说了几句场面话。宴会正式开始，丝竹管弦响起，有舞姬翩跹而来，舞姿优美动人。沈唐宁看了会儿便觉得乏味，低头吃起了面前的膳食。忽觉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他抬眼看去，迟燕正盯着他，见他注意到自己，当即夹起一块糕点送到嘴里。沈唐宁心神一动，视线在面前一扫而过，夹起同样的糕点，试探地咬了一口。他眼睛不由一亮，味道是不错，他能想到这样的法子，也着实是为难了他。迟燕唇角一松，他上次在宫里吃到这点心就觉得不错，沈唐宁肯定会喜欢。点头披剑，池景玉斜了他一眼：“大哥也要来一块吗？”“不必。”迟燕轻轻撇了下嘴。这是佳宁亲手抄的佛经，特意献给陛下，恭祝陛下鸿福齐天，万寿无疆。佳宁费心了。太子献上了一座亲手雕刻的父子同鹿，和田白玉制成，两只梅花鹿紧紧依偎在一起。大鹿伏于地，口衔灵芝，神情安详；小鹿伏于大鹿身侧，抬头仰望，如沐之情溢于言表。儿臣手艺不佳，这礼物早在半年前就开始准备，这几日才堪堪完工，做工粗糙了些，还望父皇见谅。你还在养伤，这等小事怎的还亲自动手？啊，父皇喜欢就好。殿下有这份心意固然是好，可您这般不爱惜身子，岂不是让陛下心疼？三皇子眸光不由一暗。崇德帝亲自赐了太子治疗皮外伤效果极佳的千金膏，又一番嘘寒问暖，看得众人不由暗叹。太子殿下在陛下心中的地位果然不可动摇啊！见燕怀病重，一些起了旁的心思的大臣也不由偃旗息鼓。有了太子珠玉在前，后来的礼物就显得平平无奇。到了三皇子这里，丽贵妃笑着开口，委婉吹嘘了一番自己儿子得到这礼物有多不易。陛下，您是不知道，老三他为了您这份贺礼，可是没少花费心思。是吗？儿臣听闻此物意义非凡，便思忖着偷偷买下来，给父皇一个惊喜，也没到母妃口中那般夸张。孝敬父皇本就是儿臣分内之事。丽贵妃这会儿也自知说错了话，咬了咬唇，识趣闭嘴。燕行舟让人将东西抬上来，上头用红布盖着，搞得神神秘秘。但其实大家都已经猜到了，这就是那块坊间流传神乎其神的昆山玉。果不其然，燕行舟将红布掀开，一块半人高的玉石安静耸立，白色物质温润细腻，确实是块好玉。难得的是，它的色泽纯正，不掺丝毫杂质，体积庞大。这不就是和田软玉吗？唯一难得的就是它的块头大，吹得跟无价之宝似的。果然，所有奢侈品的价格都是冤大头们炒出来的。父皇，这便是昆山玉，据说此玉乃上天降下福泽，能庇佑我大庆，和清海晏。儿臣私以为这样的宝玉，非父皇莫属。崇德帝瞧着那块昆山玉，久久不言。燕行舟一颗心跌入谷底，父皇果然还是对他有了意见。如此宝玉归陛下所有，此乃天大的福兆啊！天佑我大庆，必定永昌盛世。三皇子果然有心，孝心可嘉呀。行舟，你也有心了。除此之外，旁的再也没有提。和太子的待遇一比，高低立现。燕行舟面上不显，只嘴角微微下垂，恭敬退了下去。宴席过半，陛下和皇后相继离去。丽贵妃兴致不高，很快也离了席。燕宁仪嘴角微勾，起身在众人恭送声中离开。
期间和沈唐宁没有丝毫眼神交流。迟燕正欲去沈唐宁那边，突然被人从身后扼住脖子。他本欲抬手作挡，想到众目睽睽之下，索性任由对方拖着他走。萧玉气势汹汹，把他拉到角落里，抬手撑住墙不让他走，满脸不忿。好你个迟燕，你个阴险狡诈的卑鄙小人！被困在墙顶的迟燕额角跳了跳，做梦都没想到还有被人逼宫的一天。他一脸嫌弃地推开萧玉，两个大男人拉拉扯扯像什么样的？你没有娶妻无所谓，我可是有家室的人。岂有此理！成亲了了不起吗？迟燕眼皮微大，有点耐心但不多。还有啊，我什么时候惹你了？你小子深藏不露啊！之前那不学无术的样子都是装给我看的。装给你看？你多大的脸啊！话虽如此吧，他是不是也太直接了？萧大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人也把人想得太险恶了。大夫说了，我天生比别人少一根筋，开窍晚而已。还有这种病啊？我看你脑子有病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我也想问呢，怎么每次你们两个就能凑到一起？你们关系那么好？两人齐齐沉默。一转眼的功夫，沈唐宁已经没瞧见迟燕的身影，反而看到温瑶迫不及待朝自己走来，笑盈盈望着他。宁宁，我姐姐，怎么没见江小姐？平时两人都是形影不离。我方才瞧见她出去了，想来是去透透气。说来也奇怪，总感觉她最近心绪不宁的，问她有什么心事，她也不告诉我。她不愿告诉你，恐怕也是不想让你担心。江小姐，魏香小姐，抱歉，我不知道这里有人。没关系，我也是过来透透气。魏小姐，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其实方才进宫之前，魏运和别人谈话，他就已经洞悉了事情始末。魏运的嫡母正欲给他一亲，她是家中庶女，好的婚事自然轮不到她。他那嫡母苛刻，想把她嫁给一个官员做填房，对方的年纪和他爹一般大，许是委屈憋了满腹，无人倾诉。魏运逐渐卸下了心防。真是可惜了，魏小姐这般品行容貌，便是正经世家的嫡子也嫁的。江小姐莫不是笑话我？我一个庶女，哪能嫁给世家嫡出公子？事在人为，唐宁出身高贵，不也嫁了迟二公子一个庶房子嗣吗？魏运心头一动，暗道那怎么样？沈唐宁那是阴差阳错。说起来，沈小公子倒是一表人才，这般年纪便已有功名在身，想来明年春闱必能大放异彩，多么光明的前途啊！沈小公子，那是沈慈。小舅子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分明是他先对我拉拉扯扯。说了多少遍，不准叫我小舅子。魏运听到声音，下意识藏在灌木丛后，透过枝桠远远望去，几个郎君结伴而来，其中一个可不就是沈慈？他看了眼面前的荷花池，一颗心扑通的急促跳动起来。听闻沈小公子心性单纯，热心快长，那么应当不会见死不救。三人还未走近，只听扑通一声，荷花池里传来女子的惊呼：“不好，有人落水了！”江清月进殿来，唇角残留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沈唐宁不由一顿：“方才还寻你呢，你去哪儿了？”“店里闷得慌，出去透透气。毕竟是皇宫呢，咱们随意走动不大好吧？就在附近逛逛，不碍事的。外头好些人呢。”他转头询问沈唐宁和顾清旭的意见，两人应了下来。之前还说他心绪不宁，怎么如今瞧着心情好似还不错呀？我方才从雨月厅过来，瞧见那边有几株绿萼，竟已经开了花，瞧着怪稀罕。那倒是赶巧了。倚月亭不算太远，也涉及不到宫闱禁地，众人来了兴致，打算去看看。倚月亭靠近御花园，离荷花池极近。荷花池，正值冬日，荷花早已过了花期，只有一池光秃秃的残荷，没什么看头，是以少有人会去那边赏景。但只要发生什么动静，倚月亭和御花园的人很快会被吸引过去。宁宁，宁宁，你怎么了？可是有哪里不适？不曾。那便好。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众人一惊，面面相觑。我仿佛听见有人落水了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我也听见了，快去瞧瞧，好像是荷花池那边传来的。猜测成真，沈唐宁反倒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。江清月轻瞥他一眼，见他微微皱着眉，一头雾水的模样，唇角没忍住翘了翘。他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待会儿要是看到那边的情景，不知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。唐宁不是劝他萧玉是个良配吗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他当然能做到心平气和了。如今他弟弟摊上这么个角色，他还能如此大度吗？几人急匆匆赶到荷花池，入目的一幕让江清月笑容陡然僵在脸上。只见魏运被几个宫女嬷嬷围住，
天寒地冻的，他刚从水里捞出来，紧紧闭着眼，脸色青白，嘴唇发紫。他迅速环顾四周，却没有瞧见沈慈的身影。这样好的机会，魏运这蠢货竟然没有抓住。魏运颤巍巍睁开眼，瞧见面前围了这么多人，有男有女，心头顿时一梗，险些晕死过去。冬天的衣裳厚实，浑身湿透，也看不出什么。可他宫宴上出了丑，日后名声也断然好不到哪儿去。他脸色惨白，狠狠瞪向江清月。魏小姐，当心着凉。多谢。这么多人围观，却只有沈唐宁愿意对他施以援手，勉强让他留了份体面，不至于太难堪。而他本想算计对方的胞弟，何其讽刺！他垂下头，因此没有瞧见沈唐宁骤然冰冷的目光。沈唐宁站起身来，居高临下睨着他，寒风中挨会儿冻，对魏运来说不痛不痒。这样的惩罚哪里足够呢？魏小姐落了水，这么冷的天口要受凉，嬷嬷不妨先将她带到暖阁，请个太医来瞧瞧。对方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，让人扶起魏运。魏小姐，请随奴婢过来。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下，魏运失魂落魄地被人搀扶离开。哎呦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落水了呢？这么冷的天，那池水得多冰啊！哎呀，受冻都是小事儿，方才那阵仗多少人瞧见了？这是往小了说是失足落水，往大了说便是御前事宜。哎呀，可怜的魏夫人，本想着庶女要一亲，特意带进宫长长见识，谁料这12少夫人不愧是出身名门，瞧瞧人家那临危不乱的气度，要不怎么是皇后娘娘的侄女儿？